在這繁華聲色場裡，權貴們捧戲子向來是逗個樂子，唯獨沈清燕是個例外。她是京城梨園的無冕之王，只要她站在台上，這底下的王公貴族就都得規規矩矩地仰着頭，尊他一聲沈老闆。爷，今儿个财政部的张部长和盐务局的李局座为了抢您明天的头牌座呀，在外面差点动手呢。张部长送来的那尊翡翠佛退回去。我石某人的規矩，不收私礼，不见客。話音剛落，砰的一聲巨響，化妝間的門被一腳踹開，2排全副武裝的士兵湧入，槍托砸在木地板上，發出整齊的悶響。沈老板好大架子，满城的权贵你都不见，不知道我陆某人入不入得了你的眼。陆帅的兵馬踏平了半個北方，自然是想見誰就見誰，只是這後台脂粉氣重，怕髒了陸帥的軍裝，門在後面不送。我不嫌髒，我看上你了，開個價，我要你以後只在我陸府的床上插。程昱，你放肆！我是人，不是你軍費買來的軍馬。這廣和樓外有上千雙眼睛盯着，你今天敢動我，明天這京城的筆桿子就能戳斷你的脊梁骨。筆桿子？沈清燕，你是不是在神壇上待太久了，忘了這個世道是誰說了算？我今天不僅要動你，我還要這全京城的人眼睜睜看着你被我帶走，連個屁都不敢放。張部長，李局座，你們平時一口一個敬重，現在就看着他如此跋扈嗎？看清楚了嗎？你的清高，你的體面，在我的槍桿子面前一文不值。沈清燕被狠狠摔在寬大柔軟的床上。杜程昱，你殺了我！你碰我一下，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那你就做我的鬼。就在陸程昱低頭準備強吻下去的瞬間，沈清燕突然停止了掙扎。陸程昱微愣，只見沈清燕的手腕以一個詭異的柔軟角度掙脫了束縛，她的指尖不知何時夾着一塊後台梳妝台上的尖銳碎玻璃，沒有絲毫猶豫，沈清燕反手將玻璃碎片狠狠扎向自己的脖頸大動脈。千鈞一髮之際，陸程昱猛地伸手去擋，鋒利的玻璃直接刺穿了陸程昱的掌心，鮮血瞬間湧出，滴落在沈清燕雪白的裡衣上，觸目驚心。兩人僵持住，沈清燕震驚地看着陸程昱流血的手。陸程昱沒有管被刺穿的手掌，他死死握住那塊玻璃，任憑鮮血直流。沈清燕一身素白長衫，坐在窗前的沙發上，面容清瘦，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他已經被關了整整7天。陸程昱推門進來，他單手端着一碗冒着熱氣的燕窩，走到沈清燕面前。吃了，你已經2天沒有進食了，我讓你吃了它。你以為餓死自己就能從我身邊逃走？陸帥既然不讓我死，那就每天看我怎麼像個活死人一樣熬着，等我熬乾了，這副皮囊你盡可以拿去做成標本。沈清燕，你真以為我不敢折磨你？哼！悉聽尊便。陸程昱看着眼前這塊油鹽不進的寒冰，他想要的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跌落神壇，而不是抱着一具沒有靈魂的枯骨。深夜，沈清燕靠在床頭，半夢半醒間，聽到門被粗暴地撞開，陸程昱一身酒氣，跌跌撞撞地走進來，一手死死按着自己的腰腹，似乎在忍受身體深處某種極大的生理痛楚。你發什麼瘋？清燕，我好疼，我好疼。沈清燕愣住了。這個在北平城殺人不眨眼的活阎王，
此刻竟然像一条濒死的野犬一样跪在他面前喊痛。凭什么你干干净净地站在台上，受万人敬仰，而我却要一辈子活在阴沟里，连个正常人都不算？陆成玉，你喝醉了，放开我！陆成玉突然暴起，半个身子压上床，将沈清燕狠狠压在身下，但他没有去撕沈清燕的衣服，而是双手颤抖地扯开了自己的军服风纪扣和皮带，军装散落，露出里面被冷汗浸透的衬衣。你不是觉得我脏吗？你不是觉得我恶心吗？好，今天让你看个清楚，我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陆成玉一把抓起沈清燕的手，顺着自己结实的胸膛一路向下，最终死死按在了那个绝对不该出现在男人身上的代表着他极度隐秘和耻辱的身體結構上。沈清燕的眼睛猛地睜大，她所有的掙扎在這一瞬間徹底僵住，渾身的血液仿佛倒流。她不敢置信地看着陸成玉。陸成玉看着沈清燕震驚到極致的臉，突然笑了，一個比哭還難看、充滿了自嘲與破裂感的笑。他沒有鬆開沈清燕的手，反而用力將她的手掌按緊。看清了嗎，沈大老板？這就是掌控北平30萬大軍的陸帥，一個連男人都算不上的怪物。所以別用那種乾淨的眼神看我，青燕，我把我最不堪的爛命剖給你看了，現在你是要用那塊玻璃片殺了我，還是要了我？陸成玉披着一件黑色軍大衣，臉色慘白地坐在紅木椅上，地上跪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軍醫，渾身抖如篩糠，連頭都不敢抬。沈清燕站在不遠處的陰影裡，長衫微皺。大帥，您這脈象如珠走盤，滑而有力，是喜脈，有1月有餘。再說一遍。大帥體質特殊，此帥極其兇險，若強行留下，恐有性命之憂啊！大帥，三思啊！陸成玉死死盯着自己的小腹，他猛地拔出槍，直接頂在軍醫的腦門上。今天的話敢露出去半個字，我要你全家的命！滾！你不要命了？命？沈清燕，這是我活了28年，第一次覺得這具畸形的身體裡有乾淨的東西。沈清燕看着陸成玉那護在腹部微微發顫的手，在上的神明看到了比自己跌落的更慘、更破碎的靈魂，在這裡，被一種宿般的悲憫徹底取代。衣香鬢影，各路軍閥與政客雲集。他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面色冷厲，生人勿近。只有極少數的鏡頭能捕捉到，每當沒人注意時，陸成玉的喉結就會劇烈滾動。他在極力壓抑着孕初期的反胃與惡心。死對頭王督軍端着一杯烈酒，將陸成玉堵在宴會廳中央。陸帥，聽說您最近稱病閉門不出，我還以為您是被哪個小嬌娘掏空了身子呢。來，這杯純正的俄國伏特加，陸帥的赫赫戰功。全場安靜下，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陸成玉的身上。他看着那杯刺鼻的烈酒，指尖在身側死死掐住手心。他知道，這杯酒喝下去，孩子大概率保不住。
但不和，他在這群狼環伺的北平城就會露出軟弱的破绽。王督军的面子，陆某自然要。就在陆承玉的手即将觸碰到酒杯的瞬間，一只骨節分明、極其好看的手從旁邊伸出，穩穩截住了那杯烈酒。沈清燕一身素净的青色長衫，在這紙醉金迷的宴會廳裡顯得格格不入。他嘴角帶着招牌似的疏離又从容的笑。陆帅近日嗓子不適，喝不得这烈酒。王督军若是不嫌棄，沈某替他干了。全场哗然，誰都知道沈清燕是何等清高孤傲的人，之前寧死不屈，如今竟然當众維護起這個囚禁他的軍閥。喲，這不是沈大老板嗎？怎麼離了戲台，甘心給陸帥當擋酒的奴才了？沈清燕沒有理會王督軍的挑釁，他仰起頭，將那杯伏特加一飲而盡。與此同時，陸承玉因為一陣突如其來的腹痛，身形微微一晃。沈清燕的一只手在長衫的掩護下，一把死死拖住了陸承玉的後腰。站直了，有我在，你死不了。沈清燕，你算個什麼東西？也配在這裡替陸帥接酒？沈清燕毫不退讓，用自己的身體徹底擋在了陸承玉的前面，將陸承玉完美的護在身後。就憑我是他陸承玉的人，王督軍要動他，得先從我沈清燕的屍體上跨過去。陸承玉並沒有死，而是因為極致的痛楚和失血陷入了深度休克。沈清燕的動作看似平穩，但當他試圖將毛巾放回水盆時，陸承玉的手指微微動了一下。沈清燕瞬間僵住，猛地抬頭，死死盯着他。陸承玉，你听好了，这天下只要我沈清燕不放人，阎王爷也休想收你。危机已至，副官滿身是血撞開院門。大帥，王督軍聽聞大帥病危，聯合城外駐軍反了。叛軍先鋒已經殺到了府門外，還請大帥立刻從密道撤退。密室內，陸承玉聽到急報，眼底猛地爆發出煞氣。他強撐着剛生產完縫合好的殘破身體，想要坐起來，傷口瞬間崩裂，鮮血迅速滲出絲綢睡袍。扶起來，老子就是死，也要死在陆軍指揮所。一只沾着半干血迹的肃静手掌穩穩按住了陸承玉拿槍的手。沈清燕居高臨下地看着他，那雙曾經在戲台上唱盡悲歡、流轉百媚的眼睛，此刻冷冽如刀。你現在出去，就是送死。我是北方的帥，我絕不能躲在你身後。你錯了，從昨晚你把命交給我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我沈清燕的人。今天這陸府的門，我來守。砰的一聲槍響，領頭的叛變軍官腳下的大理石地磚被子彈擊碎，碎石飛濺。所有叛軍大驚失色，抬頭看去，他本就身形修長，氣質出塵，此刻沾着血跡的青衫與厚重的軍大衣交疊，竟然生出了一種比陸承玉還要詭譎攝人的上位者威壓。誰敢再往前踏半步，殺無赦。沈老板，你一個唱戲的別淌着渾水。陸承玉大勢已去，你趕緊讓開。大勢已去，就憑你們幾個跳梁小丑，也配定陸帥的事？劍印如劍帥，陸承玉的命在我手裡，他的權我也接了。今天這大門，除非我死，否則你們誰也進不去。沈清燕毫不退讓地逼近一步，他連眼都沒眨，那種渾然天成的瘋魔與從容徹底擊潰了叛軍的心理防線。陽光透過百葉窗溫柔地灑在屋內，
他低着頭，神色是從未有过的温柔與放鬆，修長的手指正在笨拙卻小心地逗弄着搖籃裡的嬰兒。沈清燕端着一碗溫熱的蓮子羹走進來。剛才聽副官說，廣和樓的樓主又來求你出山了。推了。為什麼？你不是最愛你的戲台嗎？不用為了我。陆帥好大的臉面，真以為我是為了你？我只是覺得，這世上再好的折子戲，也沒有你陸承玉這條命，讓我唱得更覺得圓滿。